我真的没有喜欢这件事。就是每当你开始觉得焦虑或者是很匆忙的时候，练习你的吐气会比你的吸气再长一些些，这样就好了。今天的阳光真的超级霹雳无敌好。我有查 ChatGPT， 我请 AI 帮我解释一下，我们应该要如何接受自己的改变。Hello， 大家欢迎回来。今天的天气超级霹雳无敌好，然后人在花博公园，想说今天录一个户外的一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2024年到底做了什么，然后让自己可以稳定的慢下来。今天太阳真的好大，完全看不到我长怎样。OK 吗，各位？好啦，应该是 OK。反正2024年，我在这一年决定我要休息，没错，想说看能不能够找回一些生活的步调，所以我做了很多尝试。我先讲我为什么突然想要改变好了，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原因，就是我睡不着，就是我突然有一个睡眠的障碍，然后那个时候不管我处在一个多累的状态啊，然后我都没有办法睡好，要么就是睡醒了之后还是觉得很疲惫，要么就是我会很明显的知道我做了噩梦，就是我起来的时候，我超明显的可以感受到我的头脑是没有休息的，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干天哪，这个也太可怕了吧！就是我居然完全都没有办法进入一个休息状态吗之类的，所以我就决定要慢慢的来改变我的生活。然后我就是从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地方开始改变，但这好像不是2024年的，这好像是2023年就开始慢慢执行的东西。我的改变是我开始稳定的睡觉，因为以前我是完全没有一个稳定的睡觉时间，我可能今天比较忙一点，我就早上才睡；如果今天比较闲一点，我可能就半夜睡之类的。然后我的睡眠时间也很不固定，我就睡到爽，睡到自然醒。所以有的时候我可能中午醒来，有的时候我可能下午才醒来之类的，就是非常的不固定。所以我做了第一个改变，就是我固定了我的睡觉时间。我觉得这个真的蛮重要的，所以如果有很多人，如果你觉得你的生活好像很卡，然后好像很焦虑，然后步调很快，慢不下来，我觉得这是个第一个绝对一定要改的事情。不要觉得说这个建议好像很像老人家给的什么的。为什么这很重要？因为你固定了睡觉的时间之后，你其他的东西都可以比较顺利的安排。例如说我今天本来打算12点起床，然后读一点书，做一点公事，然后结果你不小心睡到下午，那你本来想要安排做事情的时间就被你睡掉了，然后你的一整天就又会被你打乱，然后那种焦虑感就又会开始浮起来，就会觉得怎么办？我今天都没有做到事情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好好的稳定睡觉时间是我觉得蛮重要的第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这个呢真的是从2024才开始的，然后这个我觉得落差的程度大到，这个风也太舒服了吧总之落差的程度真的超级霹雳无敌大，就是瑜伽。然后我是2024的时候跟朋友一起去上了瑜伽的团体班，然后那一班刚好就都是我们算是包班啦，所以那一班里面就全部都是认识的朋友，所以我就也蛮放松的，在那边开始了我的一些基础的瑜伽课程。我觉得瑜伽最棒的就是我们刚好遇到了一个我觉得非常棒的老师，就是他会一直引导你，然后让你去感受你的身体。怎么感受身体呢？也是要从一个非常小的地方开始。例如说，你可能在做某一个动作的时候，在拉伸某一个部分的肌肉的时候，他会问你说有没有伸展的感觉，有没有被拉到的感觉。你就会从
这个很小的地方，然后慢慢的去注意到你自己的身体有没有什么状况，然后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是紧绷的还是放松的，然后透过这个一整个瑜伽的过程，我才发现，天哪，原来我的身体居然有这么多地方是不舒服的，然后原来我的身体一直在抗议。原来我坐在电脑前面这么容易腰酸背痛，就是因为我的身体在抗议，它真的已经不舒服很久了。除了这个之外，还有第二个原因，是不是很厉害？今天也没有要直销或者是什么的，也没有要推广瑜伽课程哦。因为我觉得2025到了，那如果有一些人真的想要脱离现况，然后有些人可能卡住，然后不知道怎么开始做，然后看了很多影片或看了很多书，觉得很虚无缥缈，那我觉得可能就可以从这些小地方慢慢开始。像我刚刚说的，可以逐步的先从睡觉改善，然后开始感觉自己的身体是不是有哪里不舒服。因为我自己觉得，你会有想要改变的时候，一定是你有哪里觉得北宋，不管是你心理上的北宋，或者是身体上的北宋，它一定就是会有某种程度上的不舒适，你才会想要做改变。看，那不然大家都想要待在舒适圈啊，谁想跳出来？一定是那个舒适圈对你来说已经不再舒服了，所以你才会想要跳出来。再来就是瑜伽的第二个好处，等一下飞机。可以练习呼吸，我觉得这个也蛮重要的。有很多人会觉得什么呼吸有什么好练的啊什么的，是不是练肺活量什么的？不是，非常简单。这个开始，这个改变也非常的简单，就是每当你开始觉得焦虑或者是很匆忙的时候，练习你的吐气会比你的吸气再长一些些，这样就好了。我以前会很严格的规定我自己，例如说我吸气数3，那我吐气的时候就要数到6。然后后来就发现，这样子好像某种程度上来说，对自己也算是会造成一些压力。所以我现在就是让我自己吐气的时间比吸气的时间长一些些，你就会感受到，真的有不一样。就是我觉得我算是在2024年有因为瑜伽这件事情，然后达成我的目的，就是慢慢的变回一个没有那么急躁的人。当然我现在还是会有点急躁啦，就有的时候像我今天为了今天的太阳就很赶着要出门，然后录这支影片，因为我就想说这样我可以就录一个完全不要氛围的影片给大家看，所以我还是有一点些微的急躁，但是我觉得已经比以前好非常非常多。再来呢，我觉得是我今年还是应该继续做这件事情，然后我真的没有喜欢这件事，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有帮助的，所以我才继续做，就是看书。我觉得我好像真的没有那种会沉浸在文字当中啊，还是什么的，或者是看了书，然后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就有的时候可能想要说服自己有这种状况，可是后来才发现，其实我有的时候看书蛮容易去看时间的。就例如说我看书，然后看一下时间跑多久或者什么之类的，我就发现其实比起例如说像看漫画之类的，看书真的是比较没有专注力的感觉。但也不会说它没用，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还是会从书里面获得蛮多可以实践运用在生活上的东西。也不一定是生活上的运用啊，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看完书之后，你自己会有一个感觉，例如说你看了小说，然后或者是你看了一些心理书籍，然后你看完了之后，你心中的某一部分有觉得很感动，然后或者是有觉得被触动到的那个地方，我觉得那个时候某部分你自己就会有一个被疗愈的感觉，然后下一次别人在戳你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好像就不会像以前一样那么反弹。就是可能我以前有蛮多部分
都会这样，就是可能我被别人戳一下，然后我就跳起来，我就会很生气的反驳啊，或者是干嘛的。可是你多看了那些书，然后找到了很多疗愈自己的地方之后，好像突然就觉得，我好像不需要，我好像对于这件事情没有再看得那么重了，或者是我好像比较无所谓了，然后我不会觉得随时随地别人都在戳我，然后也不会防备心那么重，然后不会觉得好像这个全世界都在反对你，然后会认真的去看看这个世界，因为每一本书里面都是在讲不同的作者他看的世界长得怎样，所以你就会在书中看到很多别人的世界，你就会去想说，为什么别人的世界长这样？你就会想要去观察为什么他的世界长这样，然后在这个观察的过程中，你就会看到很多新的世界，然后看到很多不一样的地方，然后你就会慢慢的好像放下那个紧绷感，然后也不会再就像我刚刚说的，就你不会觉得干别人做什么事情都是在戳你。我之前真的会觉得这样，就会觉得你做什么事情是不是就是为了针对我或者是反对我？别人可能只是路过，然后别人可能只是做出他对于世界的反应跟解释，他也不是在针对你。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透过看书之后才慢慢了解到的，但是因为我真的也没有觉得没有很喜欢看书，我一本书就是我一天看书的时间大概就是半个小时，1个小时内会结束这件事情，就好像没有办法像很喜欢看书的人一样，可能一次就看个2-3个小时。没办法，我就是每天就是1个小时内我就会结束这件事。我觉得这就是我2024做的对我来说最有变化的2件事情，然后2025会继续尝试，真的还蛮好的。然后我觉得大家呢也可以尝试看看这2件事情，或者是3件，还有睡觉，都忘记第一个讲的稳定睡觉时间了。就是也不一定是一定要瑜伽啦或者什么，我觉得就是可以找一个让自己可以放松，然后观察，就是找一个可以观察自己身体变化的运动。因为像有些人可能就对瑜伽没有感觉，有些人可能是对重训比较有感觉，或者是他觉得在重训的时候他可以把自己的压力释放，然后他比较可以感受他的重训前重训后身体有什么变化。我觉得运动主要是在感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啦，主要是在感受我身体的变化。然后当你可以感受到你身体的变化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可以感觉你的身体有没有发出讯息的地方正在跟你说，我这个地方不舒服，今天肩颈酸痛，可能需要休息之类的。当你比较有了感受度之后，你就比较可以去调整你的生活。对，所以其实也不一定要是瑜伽，就是只要是你有可以感受的运动，我觉得都可以。然后看书的话好像没别的选择，现在就是纸本跟电子书我觉得就尝试看看吧，尝试看看。那如果没有办法的话也没关系，就可能可以改听有声书啊，或者是 podcast。 现在也还是有很多人都在制作非常有帮助的内容，然后可以帮助大家。今天的阳光真的超级霹雳无敌好，所以我觉得就是这几个方向大家就可以试试看。然后最后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就是改变。有的时候我觉得人真的是某部分的人啊，真的是会很害怕改变，像我就也是。改变这件事情也会让我心里某一部分很容易觉得说，看我这样是不是打脸我自己？我之前才说我怎样，我绝对不改，或者是我绝对怎样什么的。然后因为以前可能年轻的时候讲话比较硬，就很容易就是说出一些很绝对怎么样的事情，然后导致我现在不敢改变。
但我现在就会觉得就变吧，有的时候就算打脸自己什么的，那也没办法，因为你的人生就是一直的会去改变，就算你自己不想改变，你身边的人事物也都会一直改变，然后这一些改变的过程，它都会让你变得跟以前不一样。我有查 ChatGPT， 我请 AI 帮我解释一下，我们应该要如何接受自己的改变。AI 说：各位，你们要勇于接受自己的挑战，有一点改变，有一点不一样也没关系，不要追求完美，你要接受自己当下的状态，哪怕这个状态看起来不完美，这个也是成长的过程。每次的挑战都是一次自我了解的机会。当我们愿意面对自己，并且勇于改变，那些所谓的缺点，其实都会变成最珍贵的经历。谢谢 ChatGPT。不是，我觉得它整理的蛮好的，因为有的时候你不变，你怎么会知道你前面那一些是好还是不好啊？其实我觉得人生没有什么不好的东西，我觉得人生没有不好的东西，人生就是只有你经历过，你才会发现哦，原来我就是要经历了这些东西，我才有办法变成现在的我自己。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害怕改变。当你也觉得现在的这个圈子已经不再舒适了，已经不再是你的舒适圈的时候，就是你改变的时候来临。希望2025年的大家都可以勇于挑战自己的小改变，然后让自己的生活变成你们心里更喜欢的样子。因为我之前有听乌喵说更好，他觉得是一个有压力的词，就是什么叫做好，每个人对于好的定义都不太一样，你不要把好的定义好像变成很有压力的那样，你就是把那个好想成是更适合现在自己的状态，我觉得就可以了。30几岁的体悟，天哪！所以呢，2025年给自己一点小目标，给大家一点这个目标小改变，看能不能够更加的让自己成长的这种感觉。希望我跟大家可以一起慢慢的成长，不用更好，可以变成更适合自己状态的样子。希望这部影片也可以对你有一些帮助，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留言或者是告诉我你的一些小改变。那我们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咯，大家拜拜。